刷到这个影片的人有福了。今天我们来探讨福报里隐藏的奥秘与天机。如果你能静下心来看到最后，一定会明白如何才能福报充盈，功德圆满。生活中的一切，哪怕是一粒米也好，一杯水也好，都是我们命中的福报，不可随意浪费。很多人以为让别人请客或者吃用公家的就不值得珍惜，其实你浪费的是自己的福报。别人请客吃的是自己的定数。很多人喜欢让别人请客，以为自己可以占到便宜，殊不知看似不用花自己的钱，其实消耗的却是自己的福报。我们一辈子吃的粮食用的水都是有定数的，不管是别人请客还是吃用公家，我们都要懂得珍惜。若不懂得修福培福，福报终究会有消耗殆尽的那一天。从前有个读书人叫张生，上京赶考，希望能求得功名。他路上暂住了一家客栈，在客栈里遇见一个气宇不凡的年轻人。那个年轻人饱读诗书，更神奇的是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两人相交甚欢，张生自幼贫寒，心想结交这样的朋友一定能助他升官发财，于是用自己的银两请年轻人喝酒。没过几天，他的银两就用光了，年轻人就开始请他喝酒吃饭，天天吃好酒好菜。就这样吃了一段时间，张生便生起了贪念，决定要多住段日子，天天让年轻人请客。可是过了1个月之后，年轻人就再也没出现过。当张生准备收拾行李离开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的柜子都空了，里面只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我本狐仙，你吃的喝的都是吃的自己的定数，你的衣物已被我兑换成银两，请你喝酒了，有缘再见。别人请客花的是别人的钱，消耗的是自己的福报。你有福报，别人才会请你，所以吃穿用度都要珍惜。有福而不知珍惜，奢侈挥霍就像银行存款，只取不存，很快就会把福报消耗完，最后只剩下受苦了。福气靠珍惜，越惜越有福。古人说，惜福者受福，不惜福者受祸。即使你的生活很富有，也不要肆意挥霍，千万不要以为钱是你自己的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惜福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主张，在传统文化中，儒释道都强调惜福的重要性。一草一物，一粥一饭，皆是众生，当恒念物力为艰。明朝有一个宰相，名叫严嵩，他的儿子也在朝当官，2个人联合朝臣，结党营私，祸害忠良。朝廷内乌烟瘴气，严嵩仗着自己位高权重，大敛钱财，生活奢侈无度。当时拜访他的门客络绎不绝，家中整日摆席待客，浪费的粮食不计其数，每天从厨房的阴沟里流出来的饭菜多得吓人。严家附近有个庙，庙里的老和尚经常带着小和尚来捞米，
晒干后存在屋里，日子久了，竟存了满满一屋。后来，严嵩的事情被人揭发，他的官职也被撤除，一家人也被流放。庙里的老和尚慈悲收留了他，每天给他米饭吃。他问老和尚：“师父，当年我家财万贯，从未在庙里布施，但是您现在却无私地接济我真是惭愧呀。”老和尚把严嵩带到那座存米的屋子里，对他说：“这些都是当年从相府阴沟里流出来的饭菜，相爷您现在吃的正是当时浪费的粮食。”严嵩听了，泪流满面，这就是不懂惜福的后果呀。有福的时候，不能随意挥霍，任何一种挥霍都会换来不好的结果。挥霍钱财，再富有都会变穷；挥霍感情，再爱你的人都会离开；挥霍健康，身体迟早会垮掉。我们这一生所遇到的人，所拥有的财物，都是我们的福报，应该倍加珍惜。惜福之人福常在，只有惜福的人才会有福。古今有很多高僧大德，都用行动践行着勤俭惜福的精神。弘一大师认为，我们纵有福气，也要加以爱惜，切不可把它浪费。印光大师10注：行都极其简单，看到别人浪费，会呵斥其不懂珍惜。虚云老和尚直到100多岁的高龄，都保持着最简朴的生活。大德们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都是我们后人的榜样。造福莫如惜福，要自己珍惜生活上的一切福德因缘。愿我们都能从身边的小事中惜福、培福、知福，珍惜眼前这一生。无论今生来世，只要福报具足，生活都会幸福。福报犹如一桶水，如果只用却不往里添加，很快就会用光。现在很多人都是不择手段的享受，吃喝玩乐，这就是消耗福报。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福德因缘深厚，因为有时候增加财富，财富不一定是我们的；增加物质财产，有时反而是个累赘。唯有福报是真的，到哪里都享用不完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想知道如何增加福报呢？接下来我将分享增加福报的10种方法。1. 少贪多舍。舍就是一种布施，结缘，缘结的越多，就像播了种，必有收成。所以少贪多舍，必能增广福报。2. 少聚多散，不要积聚财富，因为财富是5家所共有，钱要用了才是自己的，因此要多布施，多结缘。3. 少知多放，人不要太执着，执着于一点，往往失去全部。要把眼光放大，放远，放开，要能放得下，才能提得起。4. 少傲多谦，做人要谦虚。所谓满招损，谦受益。太自满，太傲慢，让人看不起。谦虚的人才会受尊敬。5. 少思多功，
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，因此不要处处只为自己着想，要常常想到别人，想到大众，能够少思多功，才能融入大众，才能扩大小我。6. 少忧多喜。人生苦短，不要让生命充塞太多的忧郁、伤感，要把欢乐、喜悦常驻心头，并且影响他人。7. 少爱多慈。爱是有染污性的，是自私的，是不究竟的。唯有把爱升华为慈悲，才能平等对待一切众生，才能对人有所注意。所以我们要少爱多慈。8. 少色多得。不要把生命浪费在爱情、美色的追求上，因为爱情、美色会随着时间迁流而产生变化。我们应该在道德、修养上用功，这才是永恒不灭的。9. 少自多他。不要凡事只想到自己，要想到自己以外还有他人，包括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同学、朋友、同胞及一切众生。10. 少聚多容。泰山不辞土壤，才能成其大，所以能够少聚多容，才会增加福报。福报代表这一生当中的经济环境，有福报的人做任何事都很顺利，没有福德，做任何事都会遇到困境，经常是一筹莫展。所以福报的熏修非常重要。有句俗话，大树底下好遮阴，一棵树枝叶茂密，树荫愈大，就愈能容纳许多人在树下乘凉遮阴。相对的，如果大树没有了，众人也就失去了庇护。人必须要有福报，有福德的人，赚来的钱什么人也偷不走。没有福德，即使很会赚钱，什么也保不住。人的福德不同，看到外面的境界也不一样。福报一旦低下，不管做什么事都是难以成功的。很多人反应经常会出现，很多就要到手的发财机会总是不翼而飞，这是因为你做了消福的事情，没有福德去承载这笔金钱和财富罢了。有福德之人，即使不刻意去求，财富也会随之而来。没有福德之人，即使拼了老命去疯狂追求，得来的也只是鸡毛之财，不足一提。这其实就是福报这样东西在作怪。福报是随身而来的，既然会被削减，那肯定也能被增加。于是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堵住流失福报的漏洞，在积德行善去增长福报，这才是根本的办法。若你不改断恶消福之事，那么多大的福报也会流失殆尽。福报消完就要削减寿命，这也是为何奢靡纵欲作恶的人多遇灾祸、短命、早夭的原因。福有应享的福和不应享的福。应享的福是自己正确的勤奋努力所得来的代价，能够住好房子，穿好衣服，吃好东西，坐好汽车，可以享受一番。可是要知道，享完之后就消福了，而在福报的银行就没有存款了。不应享的福就是在本分之外求享受，不当方法有侥幸得来的福，好像强盗、
抢人家的钱，自己享受，这是不讲道理的享受，必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在福报银行的户头就透支了，应享的福，享完之后就报销了福，何况不应享的福，硬要勉强享受，这不但消福，而且还要亏本。因为这种关系，福不可享尽，享尽就没有福了，苦可受尽，受尽则没有苦。我们做人要明白这种道理，在困难的环境中欢喜接受逆境，这样便无怨恨，也没有不满现实的心在作祟。福报的范围包含一切，生活、工作顺利，薪酬好，恋爱幸福，结婚圆满，资财丰饶，人缘良好，儿女威望，合作，生意好，身体，下属听话，心情，乃至欣赏音乐，字画，风景，眼界宽，心胸广阔，智商，情商，修养，品德，学校，想法，思维，世界观，禅定，开智慧，懂佛理，开悟，正果，与良师益友，开法源，善终，往生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福报。所以佛说，在端正、精进、智慧、工巧、福德这五者之中，福德第一。你要是积善积德，你的福报就增加，寿命就延长；你要是造恶，你的寿命就被减损，你的福报也打折扣。所以我们每天起心动念，对我们的受夭祸福，天天都有加减乘除，但是这个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，所以大致上你的命运，这真正有这套方法的人，还能算得相当准确。如果说大善、大恶，这个命运必定有改变。算减则贫耗，为什么会减？就是减损你的福报，减损你的寿命。这是你造恶，福报少了就贫，耗时散失，多逢忧患。这是讲你一生的遭遇，遭遇到凶灾，遭遇到患难，人家看到你都厌弃你，讨厌你，人皆恶之，行祸随之。因为你造作不善，你会受到社会法律的制裁，这是刑罚，或是一些我们现在所讲的天灾人祸，你会常常遇到。缘起缘灭，世事无常，唯行善积德，方能流芳百世。积者亦为食，渴者亦为饮。景和而后知水之可贵，病而后知健康之可贵，兵险而后知清贫之可贵，失业而后知行业之可贵。凡一切幸福之事，均过去方知。人生衣食财路，皆有定数，当留有余不尽之意。故节约不贪，则可延寿；奢侈过求，受尽则终。未见暴殄之人的好手也。一茶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一丝一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造福莫如惜福，不但自己惜福，还要教育子女惜福，为他们而惜福。人有福分与寿分，如果福报享完了，
寿份还没完，就会早死或遭横祸；如果寿份完了，而福报未完，就会得中风、植物人等病，让大把的人来照顾你。等把福报消完了，人也就死了。所以100岁高龄的人很少是富贵中人，而且许多老人家时常劝我们节俭，不可暴殄天物，否则便会折寿。很多人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赚钱、享乐而展开的。要知道，吃苦就是了苦，享福就是消福。我们今生所享用的东西，无一不是前生种福所感的果报。一个人的福报好比银行的存款，如果只取不存，就会有透支的时候。如果不赔福报，只知道享乐，当福报享尽，灾难必然会接踵而来，命中还会堕入恶道。前些年有一个术士，有人请他测一个人，他问这个人有没有当官，人家问当官怎么讲，没当官怎么讲。他说，如果没当官，则他还活着；如果当了官，则他已经死了。果然，此人是一个小电站的站长，刚刚死，因为他的福报小。当一个小官就把福报折损完了，有人千方百计地想出名。其实如果没有实际的功德和福报，出了名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。功德和福报太薄而出了大名的，不但容易招惹灾祸，而且如果灾祸还抵不了名声的话，还要到恶道中去消业。正确的佛法是修福修慧最快的方法。天域虽宽，不润无根之草；佛门虽广，难渡不受之人。每日辛苦如山，不如积福如火星。观德于忍，观福于量。福气更要看一个人的度量，心地清净才是最大的福气。行善不执善香才是绝对的敬业，才是超越对待的最大吉祥。行善切勿犯邪淫，否则一切光明福报全部减退。纵欲邪淫，这个是损福报见效最快的。贪色，命必见，男女都一样。古训言，立荣名不如重引德。创造好的荣誉、高的地位，不如培植阴德。如圆了凡的改变命运，不就是由积阴德而来的吗？所以要改变命运，就看你如何积阴德了。世间唯有广作阴德，可以挽回定数。阴德要积得深广，才能受用，才有力量转变命运。不积阴德，我们就会随着过去世所造的业力流转，这就是被命运限制住了。积阴德是给人，但不为人所知；是为人，但不为人所明。也就是所谓的无相功德。人为什么要积阴德？俗话说，人做善行，人做善事，天地良知，必有福报。所谓的善行善事，指的就是积德。人积德越多，福报也就越大。民间历来有积阳德、积阴德之说。阴德天报之，阳善享世民。阳德主荣，阴德主寿。视之享盛名而实不富者，多有其祸。
积阳德，即为他人做了善事并被人知道，赢得了他人的赞誉或应有的回报。这种善报已在可视的时空中完成。积阴德却不同，为他人做了善事不被世人知道，善报没有在可视的时空中完成，这种善报只能通过不可视的时空完成。这种善报未使人得到可视的荣华富贵，但使人得到了不可视的寿命延长。如果你做事有某种动机，或许想让别人知道，即使你做的事再好，这也叫阳德。做阳德的事容易做，但关键是人要多积阴德。积阳德别人知道了，善德不如阴德积得住和留得住。如果修心修行不够，或造点小恶，随修随报，到后来好的善果就没有了。所以只有多积阴德，德才能积得住，也留得住。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报应，如影随形。一个人命运的好坏，与您平常自心的善恶与积德结缘有关。修善积德，就是为自己创造善因善缘，或拂灭罪的机会；或人恶因，就是为自己造作恶因恶缘，轮回受苦的因缘。已经上讲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一个行善的家族，他必定有余福，这个余福能够荫庇子孙。如果造了很多恶事，那这个家族不可能长久，子孙必定遭殃。司马光家训里面说，积金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；积书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。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以为子孙长久之计。意思是，别墅财产留给子孙，他们未必能守住；把书给他们，他们也未必能读。不如布施行善，多积阴德，子孙才能长久地受到我们护佑，这才是真智慧。这里指的是，不但要给子孙留尽财产，教育培养子孙，更要给子孙多留阴德。富贵有命，生死在天，天在哪里？在人心中。阴德充盈，也能冲出五行。那些阴德高的人，身上放射着一种光，被称为德光。高人晚上练功时，可以看到某一区域有这种德光，见此光便知此地有阴德高超之人。德光强，质量密度必高。这种质量可以用核燃料做比喻，它虽量小，但密度却很高，几克抵得上成百上千公斤煤产生的热量。这种阴德能量对维护生命肯定是有好处的。通过积阴德而使自己内在质量密度提高，可以突破生命极限的设定。这就是民间讲的阴德充盈，冲出五行的道理。人善心静，养血益气。人在受到善的撞击时，常会感到一股暖流沐浴全身。善是人体积极因素的启动器，让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充满善，可加快气血流通，培育百世之德，即有百世子孙保之。命就是一种强大的业力，
人的财富、儿女、夫妻、智慧、官位等，这个是好几十辈子聚集的一种能量，你要能马上改变，很困难，所以要多积阴德，广积阴德，厚积阴德，大善的力量才能扭转人生走向。崇善怀德，寸心朝日月，修桥铺路，因致积儿孙。修桥铺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功德，只因修桥能渡千万人，铺路者能利万千人，救人性命会积下大阴德，从而得到上天眷护善人的福报的真机。天地人神一气相通，人做的每件事，神天都知道。懂得敬畏神天而崇德修逆，这是根本中的根本。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善恶若无报，乾坤必有私。历来考场是考量阴德的地方，古代考生重榜做官，必然是自己和祖上积了德。很多人说，考试虽然要凭真本领的学问，可是也要凭一半的运气。据我看来，所谓一半运气，也就是要凭一半的阴德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平素既有阴德，能使身心镇静，临考时就会沉着应付，因而容易考取。反之，如果曾做缺德的事，良心难免不安，身心就不易镇定，临考时势必慌张。即使不做缺德事，平时自身如果有意淫、手淫，或者男女方面不检点暧昧的情况，身体虚空，大脑凌乱，精力不集中，心浮气躁，压力过大，势必影响考试发挥，都会这样就难忘状元及第了。那种考场上的慌张，实际上也是无形的气场衰弱与心中鬼影的作虫。现代生存竞争剧烈，所以不论各种考试，参加者都很多，考试之难，日甚一日。奉劝青年朋友们，倘要创造美好的前途，希望考试顺利，除了充实学问外，更应端正品行，与女孩子要规规矩矩，且不可越轨，女孩子亦复如此。与男性朋友要保持一定的分寸，阴德深厚，鬼神钦佩，天必报之，头上30有神明，这是千古的验证。后宫可以补前过，前功不可补后过。又说，终身行善，一时得亏，犹如今年打柴一日烧，皆化为无。能改变你命运的，唯有福德的力量。只有你积累了足够强大的善业，你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今生的命运。当你积德行善到一定程度时，福德的力量会引导你遇到善缘，遇到贵人，遇到好机遇，遇到好姻缘，遇到好风水的房屋，遇到好风水的地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福报充盈，我祝你功德圆满，福慧双增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
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